个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货监，就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来的。那还有一些植物的这种绘画等会儿我给大家介绍到这是一个故事的一个底线来的。那整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乾隆32年，公元1767年。那这个故事呢是讲一个小人物在这个大历时代背景下，我个人觉得是他个人奋斗的这么一个故事来的。好，那我们进入展厅。那展厅呢，一共分成3个部分特别的商人艰难的旅程远方的奇迹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是序章，这里特别的商人。那这个黄东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谁发现了他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香港一个教授叫做陈美宝去到大英图书馆浏览当年这个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的信件的过程中，发现有2个中国人在18世纪与他有书信来往。第一个就是我们当年广东的行商非常有钱的，叫做潘永度。那第2个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展览的主人公黄东。为什么当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会与一个我们现在看来默默无名的国人黄东发生来往呢？那我们的陈美宝教授呢就产生了好奇，然后根据多年的这种资料的收集以及撰写了一本书，叫做《遇见黄东》那就是讲述黄东的故事，那就是我们展览的这个根源之一。那我们黄东长什么样呢？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黄东的样子。那么黄东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广东人呢？他确实是一个广东人。世界的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展览的内容都来自于这个布莱克家族的拍卖品，以及这个约瑟夫·班克斯或者别的人与黄东来往的这些信件据说这个黄东在1767年与他的侍从，我们这边看到的布莱克相遇的时候，黄东呢大概是一个15、16岁的年轻人。我们个人理解他呢，应该是一个初通文墨的年轻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书写的痕迹不识字的，那肯定是不行的。那黄东为什么又叫做黄鄂东呢？其实它后面还有名字叫做黄亚东，其实跟我们广东人的一个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我叫王景东小时候别人就叫我什么阿东叫什么川的阿春，或者叫什么浩的阿吼就是他为了解释自己的名字，他就加了这个 at Wang at home， 就是黄鄂东这个名字来的。那当年黄东曾经为了解释他的名字还在这边的展会，他还有一些解释，比如说黄我那边我在他所以他来进行解释，包括黄和王的发音跟粤语里面一样他也进行了一些解释，然后的the yellow of the east， 东方的黄色他把那个名字这么进行解释。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布莱克布莱克呢是生于1745年。他1767年来到我们广州的时候呢，他是个22岁的年轻人已经是一个商人的代表，东印度公司主要做茶叶贸易。但他的这个画像呢是没有人给他画的，是来自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橡皮园图书馆的这个录像章做一个放大之后的画像那我们布莱克黄东遇到布莱克，当年的广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13行的一个油画那当时呢黄东推测黄东与布莱克应该相遇，就是在这个13行。我们现在广州的文化公园的这个位置有一条13行路那我们来找一个小朋友我现在找快点比如说我们这边有4个国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是哪4个国家的国旗。小朋友认不认识国旗？这边是西班牙的，这边的是美国的，这边是英国的，最右边的是最容易猜错的。俄罗斯大毛家的吗？最右边的那个3色旗是哪个国家的？红白蓝大胆的说出来。法兰西还是大毛？不是大毛，还是法国还是俄罗斯？不是，都不是。葡萄牙、荷兰、
荷兰的国旗颜色跟法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是横着的3色，法国的是竖着的3色啊。小朋友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国旗、看地图，就认这个国家的国旗。那13行的来历是什么呢？简单说一下哈，在明代时候跟这些老外做生意的是叫做牙行。那后来逐渐演变呢，就变成洋商行，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变成洋行啊。那这洋行就当时就成立了13行这个组织，因为清朝政府非常不喜欢跟这老外打交道，就专门找一批商人来做这个事情，那就所谓的洋行。那最早成立的时候有种说法，成立的时候是13家，当然这个说法是各种各样的，不是我说我讲的就是标准答案哈。那13行，所以就叫做13行。那后来少的时候4家，多的时候有40几家啊，就13行的这个来历。那13行的这些商人是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您从美国带来了花旗参，你想卖到中国市场，你能直接卖吗？不能直接卖，你必须通过我这个行商来卖。你要采购中国的丝绸，你能去